注意看，中国小伙差点挨了一巴掌，要不是发布会现场人多眼杂，恐怕这一嘴巴中国小伙是挨定了。结果到了第二天称重仪式上，韩国狂人不装了，直言要摊牌，直接和中国小伙敖日格勒扭打在了一起，现场工作人员拉都拉不住。他的嚣张还远不止于此，就在中国媒体采访韩国狂人的时候，这家伙竟然直言不会羞辱中国人。接下来打中国选手有信心吗？你说什么？打中国人？我1分钟就能打死一个，因为中国人都是些矮冬瓜，打他们比打狗还要简单，让他们准备好棺材吧。别看这家伙在赛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真要是到擂台上，韩国选手的脑袋还真挺抗揍。愤怒的敖日格勒当场就打疯了，裁判搂都搂不住，在裁判的再三阻拦之下，敖日格勒才不情不愿停止了进攻。此事件被国际拳坛称之为是第2次萨拉沃事件，差点在擂台上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。要不是裁判拼死阻拦，敖日格勒当场能把这些韩国小泡菜全部打死。这看来2位选手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就已经有一些拔枪走火的苗头了，否则的话不会说裁判上去终止比赛都摁不住。获得胜利之后的敖日格勒并没有急于离开韩国，而是接受了韩国赛事方的邀请，参加了掰手腕比赛。结果敖日格勒就遭到了偷袭。原来这场掰手腕大赛是韩国团队早有预谋。时间仅仅过去了3个月，不服气的金在勋又挑战了敖日格勒一次，也不知道这家伙哪里来的勇气。确实佩服他一生的勇气。第一场跟我说了还想跟我战，这值得表扬。没想到居然很大胆的又来挑战我，他也不怕输，他也这只能说是他很勇敢。对金在勋这位选手来说，勇气可嘉。最主要是你看你对方是谁，我敖日格勒还是往常一样消灭。真替金在勋感到悲哀。不过金在勋这家伙还挺会来事，一上来就先给大家拜年，祈求敖日格勒在擂台上下手轻点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敖日格勒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刚一见面金在勋就跑得远远的，生怕敖日格勒的重拳打在金在勋的脑门上。面对如此害怕的金在勋，敖日格勒当即就与金在勋拉开了距离。本来敖日格勒就非常生气，结果在擂台上还要经受金在勋的调戏，敖日格勒无奈使出了隐藏多年的必杀技。金在勋也是用这种方式有一点点挑衅的意味啊。对，这两人本来就有戏剧性啊。对，之前这是2个人2番战，在15年的时候，2个人第1次交手，敖日格勒24秒就终结了金在勋。对，金在勋也是一直在等待机会要复仇。不要忘了这个敖日格勒的重拳时刻都在准备着，不知道金在勋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，竟然敢和敖日格勒展开拼拳。挨到多次重击的金在勋又开始了搂抱。反观敖日格勒拥有超大的体格，金在勋根本无法将敖日格勒带入到地面缠斗，只能将敖日格勒挤在角落处进行压制。其实这个动作对于敖日格勒来说根本没用。跟金在勋的对峙没有像第1次的时候，上来之后冲的那么猛。对看来他对金在勋对于他的这种针对性的训练还是有一点点防范啊。我觉得是金在勋想破除自己的24秒魔咒，因为在开始他不打，他自己保持距离，自己数过了24秒之后，哎，好，可以打了。对，这个我总算比不管是什么结果，我也比上次打得好。一番战金在勋被敖日格勒2拳打废，可能是没有给敖日格勒好处费。到了2番战的金在勋，很明显自信心非常足，看来是在赛前把敖日格勒空荡荡的钱包塞得满满的。不过金在勋的演技非常好，把害怕这个神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更加的小心谨慎。对。敖日格勒倒计时3分钟，因为毕竟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传每一脚啊，打中要害都是有可能终结比赛。对。在这个体重上，面对一直逃跑的金在勋，敖日格勒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，耐心已经消耗完毕。反观金在勋也在这个节骨眼上开始装腔作势，然而敖日格勒一个快速出击，
差点把金在勋的屎给吓出来。这一刻，金在勋的脸算是被丢尽了。刚才害怕敖日格勒的表现还不是特别明显，这下好了，现场所有人都知道了金在勋害怕敖日格勒。感觉到丢人的金在勋决定找回面子。好，给旁边。敖日格勒不断的用小碎拳啊击打对手的身体。两个人目前的全部的战斗还是在站立的范围之内进行。对。有体击动作。敖日格勒一旦压制住了金在勋，那么金在勋将会永无安宁之日，时不时还会赠送给金在勋一点拳头尝尝。从头害怕到尾的金在勋，此时此刻连最基本的反抗能力都没有了，就只能被敖日格勒压制着，根本无法实施任何的反抗动作，甚至连动一下都动不了。其实两个人一番战的时候之所以打得那么激烈，也是因为两个人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就互相有这个口角，有冲突。是，所以到这个赛场上，两个人就恨不得马上就投入战斗啊。但是今天呢，这个整体的感觉啊，这个画风、这个节奏跟上次截然不同。你看金在勋还是在往后啊。哎呦，金在勋好不容易寻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。才刚刚打出几次进攻就被敖日格勒轻松破解，只要敖日格勒想，那么金在勋就永远无法挣脱敖日格勒的束缚。用力过猛的金在勋体能耗费的比较大，此时此刻正在敖日格勒的温柔乡中恢复体能。格勒还是不断的用拳去击打对手的腹部，但是这两位选手这个拳头的重量肯定是有啊，但是身体的抗击打能力肯定也错。对，30秒，这是一个砸击，这是砸在金在勋的头顶上。金在勋全程都在被敖日格勒戏耍，第一回合也到了尾声，金在勋的噩梦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。不知道金在勋哪里来的自信，竟然敢挑战敖日格勒2次，真要是敖日格勒发怒了，那将会是谁也拦不住的局面。这手平勾其实给的很准啊，对，突然做了一个抢攻。第一回合比赛结束。韩国狂人金在勋真的很嚣张，被狠狠暴揍了一回合还不过瘾，竟然还敢挑衅敖日格勒，看来还是敖日格勒打得太轻了。到了第二回合肯定有这家伙好受的，逃得了第一个回合，逃不了第二回合，早晚要被敖日格勒暴揍一顿才肯罢休。动作都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是，金在勋率先发起进攻。金在勋这个后手啊，按理说正架打反架，两人的后手打中线，直拳都有机会啊。但是敖日格勒的移动还是很快，对，用小鞭腿，对，后撤的时候还得扫踢啊。对。这两人打比赛就跟闹着玩一样，晃来晃去，不敢实施任何有效进攻。敖日格勒连防守都取消了，就是为了方便金在勋实施主动进攻。结果金在勋根本不上当，继续呆呆站在原地盯着敖日格勒的眼睛。防反。有没有可能敖日格勒在等一个机会？两人其实都是，对吧？都在等啊。因为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说，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有重击一拳终结对手的能力。对啊，互相换了个鞭腿。但是敖日格勒还是主动性。金在勋放弃了主动进攻，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防守反击上。可惜敖日格勒根本不给金在勋实施防守反击的机会，直接就扑在了金在勋的身上，任何反击动作都不给金在勋实施的机会。反观敖日格勒一直在实施动作，时不时还会用顶膝给金在勋上眼药水。边上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控制对手，不让对手移动。哎呦，哎呦，又是一个从上向下的砸击。这两下打的金在勋，你看脸色都变了啊。这个至少能起到干扰的作用。对。再来一下。
金在勋这脸色一下很难看啊，感觉金在勋已经失去了反抗。反观敖日格勒还在尽心尽力击打金在勋，一旁的裁判以为金在勋死了呢，决定暂停比赛观看一下，别到时候真死了还要怪裁判失职。裁判重新将2人分开，继续回到了站立对拼。中间。我们听到敖日格勒的场边的教练组成员也是跟他说不要后退。比赛当中，对藤田也是被他打败了。对，然后包括上次在长沙站啊，这个现场也是看到他迅速，就是也是非常快就终结掉了鲍勃萨普。倒计时1分钟 ，1 minute remaining in round 2。第2回合还有1分钟。因为对于这种重量级别的选手啊，这是金在勋的教练团队。刚才敖日格勒实施了一招顶膝，精准无误打在了金在勋的裆部，这就是耍无赖的下场。这一次踢裆只是给金在勋一个警告，如果再不发起主动进攻，唯唯诺诺，下一次就不是踢裆这么简单了。来看一看，这是刚刚的顶膝哦。因为那个敖日格勒一直在用这个顶膝啊去攻击对方的这个大腿，跟他一抬膝啊，容易出现这个。受到威胁的金在勋貌似更害怕了，果断和敖日格勒展开了正面对抗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被暴揍一顿。本来金在勋就害怕敖日格勒，再加上敖日格勒的一顿恐吓，金在勋没有当场尿裤子已经很不错了。可能起不来了。其实敖日格勒刚刚自己停了一阵，不应该啊，因为裁判没有做任何示意。对，应该停。敖日格勒现在又把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金在勋的身上，现在金在勋只能是用右手。哇！其实刚刚就在等这个节奏。最终金在勋又被敖日格勒的重拳打服了，可能是赛前塞满敖日格勒钱包的原因。这一次敖日格勒并没有下死手，面对裁判的阻止，敖日格勒也是果断放弃了对金在勋的攻击。最终嚣张的金在勋又被揍了一顿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敖日格勒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